我好寂寞，我好寂寞，就是真的不要太骚了。各位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之前拍了这么多视频都没火，结果就问了一下哈尔滨的旅游攻略，就突然浏览量暴增。当然，这是件好事对我来说，但是我是没想到炸出了这么多小男娘们来找我问东问西的，以及还有一些我已经说了好几百次的一些质疑，就是你们能不能对我感兴趣的同时点进我头像看一看我过往发的视频啊？我很多你们问的问题的答案都在视频里，我只回答1-2个 OK， 但是最近私信真的多到回不过来，而且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你真的是男的吗？你的声音有变声器吗？就诸如此类，我真的回不过来啊，回多了我会躁郁症复发的。然后我这统一回复，并且给小男娘们一点学姐的建议，好不好？学姐的建议，我不算是特别有经验的人啊，你们能看到我现在这样子，只得益于我先天条件过于优越了。你们也不要觉得我太嚣张，我支持所有人来找我面基，只要你们不是抱有恶意。那当然，你如果想过来打我，那就免了吧，好吗？只是想过来验证一下我到底是不是见光死，那我完全欢迎。本地的朋友们，我们约个时间好不好？双方都有空的时候，我随时 OK。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时间很多。但是外地的朋友们，费用你们自理咯。我这里指的费用不是那种脏的，是指你们自己来回的路费、机票钱、车票钱，还有出行的那些吃饭的钱，你们自理。不要在那里说，哎，我来找你，你不做个东道主，我没那个义务哦，好不好？而且我是个美女。好，我不跟你们开玩笑。第一点，先天条件没有我这么优越的朋友们，你们如果想往男娘的方向走，就是我知道你们第一步肯定是心里面有那么一个种子，但是你们很好奇，你们会觉得我到底适不适合漫展 cosplay 是一个非常好的门槛，就是有很多直男在做女装的 cosplay 的，你完全可以以这个契机去开启你女装的第一步。因为你想 cosplay 一定会有人帮你化妆，你甚至可以理所当然的去请妆娘帮你化妆。当然这一步我并没有经历，因为我个人还蛮不喜欢 cosplay 的，因为我个人一点都不会化妆，然后我很讨厌别人给我化妆，以及我很讨厌化妆品糊在我脸上的感觉。哦，对了，还有一个评论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问我有没有化妆，我没有哦，我完全素颜，完全素颜。这里是润唇膏，然后你自己看痘痘还在这里，今天刚长新鲜的痘痘。然后我有戴隐形眼镜，有种睫毛，仅此而已，剩下的全都是靠我自己，靠我爸妈。然后这个问题我就最后再回复一次，人是素颜，声音没有用变声器，也没有尾音。我真的是刚刚我才知道，原来还有尾音这个东西，你们累不累啊？当然我知道这是男娘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个人比较条件优越。你们如果要练尾音，我帮不上你们，你们可以去找一些教学视频，你们自己练，这个就没有必要问我了。第一步嘛，你们可以直接去漫展 cosplay 体验一下初步女装的感觉，而且漫展的人就是二次元圈子里的人，我虽然不喜欢漫展，但我也是个二次元哦。二次元的人对于性别这一块其实是非常包容的，他们不会觉得你什么心理性别女啊，或者是我喜欢女装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门槛，你不会遭受太多的恶意。因为我跳过了这个门槛，我直接开始女装，我真的遭受过很严重的网暴和很严重的现实生活中的霸凌，就是你们自己注意这点。但是我觉得我这种群体，我们这一类群体不被霸凌真的太难了。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想更进阶一点的话去体验，那么美甲、睫毛还有高跟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觉得这3点都是能够很细节的提升你的女子力的一个渠道。当然留长发也是一个，这个我不用多说。接下来就是有点微进阶版了，就是当你去漫展去个4-5次，然后已经对女装这件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你已经开始高跟鞋、美甲，然后种睫毛，甚至开始化妆，
已经开始自己初有成效了以后，渐渐的开始体会到了女装所给你带来的虚荣感，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你们不要说什么没有，不要那假谦虚。拜托，学姐是过来人，我不知道吗？谁没有迷恋在糖衣炮弹里过？我跟你们讲，会有男生，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会有很多男生给你释放善意，然后对你表露好感，说我就喜欢这种，哎呀，下面带把的女生了，巴拉巴拉带枪的女孩对你流露好感什么的，想约你出去吃个饭什么的。我跟你们讲，你们作为男生出去吃饭 OK， 但是我跟你们说，警惕一个现象，就是投喂。战略性，我先暂停个几秒。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叫做投喂？他会美名其曰说：“哎呀，我好喜欢你哦，我想投喂你，可以吗？”然后我跟你讲，老油条们不会信这种话，但是很多刚入圈子的小男娘们就会觉得，哦，老娘已经美到可以走这种路线啦，然后就会表面上说，哎，开始装矜持说。好吧，既然你都这样子了，那我就勉为其难接受吧。然后就把自己的微信、QQ 全部丢出去，让对方加你。加了之后呢，我跟你讲，他们很会装，他们会装说，哎，我一定会好好的投喂你的，我会让你保持你的美貌，我就喜欢你这种类型了，巴拉巴拉讲一大堆，然后跟你说好，我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提要求了。什么要求？不好说，我怕我的视频被封，反正就是那种不太合法、很肮脏的要求。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的，我身边很多女装大佬都有遭受过，我也遭受过，但是我只能说，我对这方面物欲没有这么高。当然，你没有任何要求的投喂，我是接受的哦。但是你如果投喂前你跟我说，但是我有个小要求，那你滚吧，好不好？我这个人就是贪，我就是。做好逸恶劳，我贪得无厌。你想投喂，就不要给老娘提要求。我是美女，你知道我生活中有多少老板追求我吗？我稀罕你那点投喂，拜托。好，这个我就点到为止。谨慎的注意投喂观了。我知道，身为男娘这个群体，你们本身先天条件就没有女生好。你们会心里面会有焦虑，会有容貌焦虑，会担心说我是不是不够美，我是不是还缺什么，我是不是要买好名贵的包包，是不是要做头发，这些都是要花钱的。而社会对于我们这个群体就是没有给太多机会，你在工作上会受挫，你很难挣到大钱，所以你很有可能会陷入这种糖衣炮弹中。但是我跟你们讲，人就是会有你该赚的钱跟不该赚的钱，不要去贪这种钱。你很有可能会栽进地狱里头，永远都爬不起来。你有可能就一步错，步步错了。所有的小男娘们，我们虽然社会地位不如他们高，但是我们自己要选择有尊严的活着呀，好吗？我想想看还有什么行为？就是说到约会这件事情，我不是说了吗？现在大多数找我约会的，当然也有专门喜欢男娘的人。但是直男也开始越来越多了，甚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发现人见过的世面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甚至地位阶级的提高之后，他们对于这种现象的包容度会越来越高。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基于猎奇心态还是怎样，但是至少他们表面上对我流露出的是善意，我收到的也确实都是好处居多，所以我这方面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会有人说，你这不是诈骗吗？那些直男是因为以为你是美女才找你约会的。但是我想说，你把这个问题反抛回去，他们也是因为你的容貌才起的色心，他们是见色起意。你觉得他们在互联网上能看到你多少真实的一面，好吗？但是约会这件事上，我跟你们讲，会有很多的小男娘们就是过于善良了，他们会去跟直男吃饭，然后会以女性的身份去，但是当直男对他们过于坦率之后，他们就会晕船。你们知道什么叫晕船吗？就是我好像有点爱上那个男的了，
我要不要跟他坦白我是男性的身份？我跟你们讲，谨慎，谨慎再谨慎。男人就是翻脸不认人的。他只以为你是美女的时候，会百般殷勤，有求必应。然后一旦你说你是男的之后，他可能会打你一顿。我是没有被打了，但是我早期我就是跟你们一样，性格太好，人太善良了。当那个男生提出要送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就跟他说，其实我是男生，然后你能接受的话，我们就谈恋爱；你接受不了，那我就自己回家好了。他当下就直接让我自己回家了。然后其实到这为止我都觉得 OK 的。后面他就给我那个发了一条微信的各种喷，他说如果我要还好我有素质，不然的话我就揍你了，巴拉巴拉，类似这种的。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讲，有理说不清。说白了，你自己也不占理，但说白了，他就占理吗？拜托，谁知道他送你回家会不会提出去你家上个厕所，巴拉巴拉的？我跟你们讲，这种东西一半一半，我不会去苛责那个男生，但是互联网上的朋友们，你们也没有那个资格来苛责我。这是一个双向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各位男娘们请以保护自己为优先，毕竟我们该给的情绪价值全部都有给到了。我奉献了我的美貌，然后我奉献了我的情绪价值，我情商很高，跟我约会的男生没有一个是不满意的，甚至个别在知道我是男的情况下，仍然在追求我的，大有人在。让我想想哈。关于约会这一点，我需要给你们提醒的就是谨慎、谨慎坦白自己的性别，以及不要晕船，绝对不要晕船。我虽然说是约会，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暧昧，这就是一个 dating 而已，这并不代表什么。我也没有跟他们亲嘴或者干嘛。好啦，偶尔会有几个看条件很好的，稍微有亲个两口啦，但是对方也很 enjoy 在里头啊，我觉得没什么，好不好？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再远一点的事情我都没有经历过，我顶多就是高你们一级的小学姐而已，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然后再郑重声明一次，声音是天生的，没有化妆，然后没有做车灯没做啊，就是脱了衣服之后，我就是一个比较瘦的男生，长头发的，长得非常漂亮的男生，就仅此而已。所以就不要再问我一些有的没的问题了，我不想再为了这种事情再录视频专门去声明了。我真的觉得这样子搞得好像炒作一样，我不想搞那种东西。我这个人就是 real， 我虽然想红，但是我想就像正常的红，我不想靠搞那种东西去红，知道吗？还有一点，我刚刚想到的，就是特地再补一个，就是男娘们，如果我跟你们说，你们有点自知之明吧，就是你们家里会有镜子的吧，没镜子买一面。这一点是针对男娘们说的啊，因为据我观察，很多男娘们男性特征很明显，但是肢体语言又过于女性化。你们如果真的爱漂亮的话，不要太骚，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太骚。不是我有意的在贬低男娘这个群体哦，我本身就是这个群体的，我只是经验之谈。我认识的很多男娘，他好像已经把自己打扮得像女生这件事情走得过于极端了。就是每次跟他们出去玩什么的，他们每次出行的那个装备都整个把我吓到，什么渔网袜呀，然后12厘米的细跟，然后红底黑色高跟鞋，我都觉得有点过于 over 了。但是他们也跟我坦率的说，就是没有啊，我就是想这样子，我想让男生视线都注意在我身上。我只是觉得我个人角度啊，我只是觉得有点过了，你这样子我会有点不敢跟你走在一起。这也是我给男娘们的温馨小提示，就是真的不要太骚了。你们这些装备，女生都不会这样子穿的，还是说你们其实不想成为女生，你们只想成为一个骚货而已？就是这个问题，我其实不太敢问我现实中的朋友，我会觉得有点冒犯。但是互联网上我敢讲，就是真的，男娘们一定懂我在说什么。大部分，我只能说大部分，你们能不能走自然派的路线？真的，
很多男娘想约我出去玩，然后我当然是基于那个人道立场，我一定会同意。然后我觉得认识个朋友没什么不好。结果出去一看，我的妈呀，渔网袜，然后高叉裙子，然后又露腰，但是男生的腰就是一个直筒型的腰，就是我觉得帮忙，拜托。我这一段是附加的，我个人额外想录的，就是给你们温馨提示，听不懂就算了，听得懂的可以附和我一下，不然显得我好像有点太孤独了，我好寂寞，好，就这样，拜拜。